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衙诸军都指挥使代运，因劫宗藩，豪夺内府，毁坟宫禁，戕害军上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洪佑篡谏于后，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西安侯钱洪佑心存险诈，志有不群，因结内军，着即交械兵权，符印，罢衢州刺史，褫夺西安侯爵禄，下狱使台狱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，拿下。且慢！九郎君，你要做什么？大表哥，你说这是父王遗教，可有证据？教命上有先王玺印。九郎君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既是教命，为何没有诸位丞相、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？更何况父王教命一向是由通儒院袁学士手书，何似这教命反倒不是袁学士笔记？九郎君不要胡闹，这是军国大事，你一个弱冠童子懂得什么？大表哥此言差矣。你手持黄卷，口含天宪，要夺西安侯的兵权、差遣，还有爵位，还要拿他下狱。教命之上，既不见通儒院学士笔记，又不见诸位丞相大臣们的签押附属，焉知不是你等合谋害死了先王和相公们，矫诏夺军，却又来害我三哥？不用跟他聒噪，只管拿下就是。此人是山岳氏东主，南唐细作，为何却在此处？你所宣读教命，到底是父王的意思，还是敌国细作的意思？抗拒王命，罪在不赦，一并拿下便是。是，将九郎君与钱洪佑一并拿下！都不要走，都不要走！我乃吴越国王，天下兵马元帅嫡九子，前世嫡脉，内衙诸军都指兵马右使。九郎，汝等再上前一步，我便自强于此。害我性命者，独招打，程昭岳者也。尔等皆是帮凶，身负吉祥，夷三族。九郎不肯奉教，持刃抗命，你便这样回来了。九郎君乃宗室至亲，末将不敢擅传。袁学士以为此事当如何所指？三郎君、九郎君皆宗子也，此乃刘后家事，不当论外臣。胡令公为先王顾命，可有意教我？昨夜李晨院大火，先王洪氏便起昼夜，敌我难辨，老夫不得已诛杀代运，非常之事，情非得已，不得为成平之法，刘后不得不查。胡令公是让我射了三郎与九郎。刘后应该明白，三郎和九郎是不同的。三郎久在军营，深结军心，更见代运已死，仇怨已结，便没有回头路。若是处置不当，恐国家有负心之患。身为人主，不能以私情害国事。
处事要果断勇决，万不可纵，无人之人。杨大郎兄，去射三郎。三郎，父王，九郎困倦的厉害，在里面睡着了。九郎无事。那就好，我要惊扰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去哪儿？御史台还是刑部？内衙杜监署。还好，不是要我此刻就自刎。要保吗？你看从命，自是不用。走吧。七哥，到底错在何处？想明白了没有？六哥当了大王了，便没了兄弟了。谁若是这时候还念叨着兄弟二字，那便是弥天大罪，该千刀万剐呢。昨日夜里，你在何处？六哥是今日当上的大王，昨日夜里须还不是大王。昨日夜里的事，原该父王来问才对。父王问了。父王问：七郎何在？我到殿外候命，未经通传，不敢觐见。父王又问：九郎呢？我答：许是睡着了。要传他前来吗？父王说：小孩子较长，九郎素来好动贪玩，许是白日间闹得倦了，让他睡着吧。你为何要骗父王？我明明不在。问你自己。昨日里，父王宾天之际，还在心心念念他的儿子。那个时候，你这个做儿子的，可曾记挂起这个久病的老父？阿爹，阿爹！大郎兄，连你也不肯救三哥吗？
九郎，你的诗书虽说不算出色，可论及九章算筹，多少年的老账子也要甘拜下风。千数万数都算得明白，眼前的这些人情世故却为何如此的糊涂？你这心性，何时才能再长大些？我确实不懂什么人情世故，我只知三哥无罪。六哥心里十分明白，却偏偏要杀三哥。大郎兄心里更是明白，却还是亲自拿了三哥去向六哥表功。满朝文武公卿，人人都明白三哥其实无罪，只因兵权，遭了六哥的忌，这才身陷囹圄，却无一人敢出一言来救三哥性命。若是这便是人情世故，若是这便是长大了，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要长大，不要懂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。郑郎君，使君不是不肯救西安侯，而是不能救。郎君自家也说了，西安侯的罪不在于他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他手中握着弓箭都和乐骑都的兵权。若说这便是罪，前世宗子里罪过最大的不是西安侯。使君身上担负着内衙诸军都统军事的差遣，罪过只能比西安侯更大。郎君明鉴，要救三郎君在杭州是救不了的。先生的意思是，下官什么也不曾说。这一趟差事十分紧要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郎君放心，小人跟了郎君这许多年，识得轻重。事情有些麻烦，若是乾元观尚在，修一封书信过去，看在阿姐和姐夫的面上，吴越国中当不会为难阿祖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明日我要进钱塘口，去向吴越的钱家要儿子。你们此番带来的船，无论是福船、广船还是沙船，我都要用。我不只是要船，你们带来的人我也要，一并去撞到声势。传我的黄龙令，只要是此番随我一起进过钱塘的，明年的旗津全免。第一次进岛的，各与单龙旗一面；原本单龙旗的，一体进为双龙旗。如此，怕不是要有上百艘船只。我只嫌船不够多。老贼的不孝子敢害了阿祖，我便截断钱塘，将这个不像话的吴越国切成南北两段。诸君，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禀刘后，黄龙岛的于大娘子乃是先元帅府典业孙廷辅公的遗孀，虽分据海岛，不服王化，几十年来却也未尝有逾矩之心。
今日贸然率舰船进犯西府，怕是为代运和西安侯之事而来。涂昭达，刘后，你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，这样贸然兴兵，意欲何为？此等海贼宵禁，不负王化久矣，问之无益。那依杜卿的意思，只有兵戎相见意图了。正是。那就请杜卿即刻登船，与于大娘子相约一战。臣刘后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小杜纵然不成器，好歹给杜灵公他老人家稍存颜面。诸君，使我吴越绝路，而今国难当头，谁能带吾前去，问一问于大娘子的来意？在下愿奉王命，带刘后登船面见于大娘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禀刘后，在下程昭岳，山岳社执事，蒙先王恩德，赏了一个乘风郎的伞阶。自此刻起，你便不再是8品的乘风郎，吾让你做一任内衙诸军的内都监使，换一套紫色朝服，赐金鱼带，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，她到底要干什么？承蒙刘后信任，下官必当殚精竭虑，披荆斩棘，全力以赴，不辱使命。杜卿，刘后，见你一貌一样，啊？程昭岳见过大娘子，大知司。山岳社之名，吴越闻名。文秀与程东主也是神交久矣，却不知何时又成了吴越国主驾前的内衙都监啊！程某这个内衙都监，做了不足1刻光景。原来如此，看起来吴越国中公卿文武，俱是无胆之辈。大知司此言，深得我心。新国主有什么章程？程东主尽管明言。那还要看看大娘子跟大知司是何章程。钱家的九郎君欠了黄龙社250斤赤金，恐怕贵上国主千令不肯给，故此亲自来讨这笔款子。这却从何说起？这笔买卖确实有证人的。秦淮社的李大东主便是证人。此人，程东主想必是识得的。不过250赤金，不用国主点头，程某便可应承大知司。还有吗？将我的阿佐送回来，还有老戴的家人眷属、尸身棺椁一并送来。我自退兵回岛，自此前世在岸，孙家福海再无半点关系。既如此，程某这便告辞了。距午时还有1个半时辰，告诉钱弘佐，5时之前见不着阿佐的人，我便先拔了他的钱塘水阵。
刘后，臣以为谋国事，不应行商贾之道。六哥，这江面上林林总总，少说有110条船舰，250斤的赤金，说起来也没有多少。若不与他，这于大娘子怕是不肯退兵。臣请刘后不打迭宁，以悖逆之罪，废钱弘佑爵禄，夺其国姓，复其本名，贬为庶人。钱弘佑本名孙承佐，犯了刘后名讳，他的毛病出在了逾越本分上，便改名孙本，内彰其过。刘后可以遣庶人孙本登船面斥贼人，以大义责之，贼众必然羞愧无地，且寻自退。大郎兄以为呢？袁学士老成谋国，臣附议。便依袁学士所奏。多大人了，还这么扭扭捏捏拿琴做菜，无以之家，何来怜悯之心？当年那负心贼入赘田家，老娘我肚子里怀着你，一颗眼泪都未曾掉过。转头我就嫁给了真娘和阿佑的父亲。30年了，未曾掉过一颗眼泪。现在他人也死了，过往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。三哥，阿娘，你看，是那小贼。三哥，三哥，跟他老子的恩怨倒是了结了。却又欠这小子一个大人情，也罢。回岛之后，你便收拾东西，到杭州西府去伺候他5年，还了这个人情便是。啊，阿娘，你不乐意啊？若是5年之内，他和真娘有了真感情，必得备下6礼，娶她为正妻。阿姐周密啊！若敢学他老子负心背义，老娘也不介意拉上几百条船，再进一次钱塘口。